现在来到了瑞士首都了，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全世界，应该是全世界最低调的一个首都吧。我们去了那么多个国家，目前看到了这个在如此繁荣的国家，却是如此低调的一个首都。比较多人认识瑞士的苏黎世还是日内瓦，但是这两个只是位居于瑞士的前2大城市，他们并不是瑞士的首都。那瑞士的首都其实是伯恩。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伯恩的老城区了。看一下，这边有一间非常古典的 casino。等一下我们再过来看看这个 casino， 先去老城区带大家看一下。那为什么说瑞士的首都非常低调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早上11点了，非常的寂静，几乎是没有什么人在街上，就算有人都是当地人而已，没有什么游客。那其实早在西元12世纪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开始在发展建立这个城市。那它也是瑞士最早建立的一个联邦，一直延续到现在。伯恩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战略价值是非常的重要。那虽然说它没有发展成整个国家的最前卫的城市，不过它还是保有着自己原始的风格。它现在也是列为联合国的遗产之一。我们来到了老城区的这个最重要的钟楼，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这种钟楼的造型，上面有一些小丑啊、小玩偶。这也是在西元16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钟楼。那在底下还有一些中世纪的画作。好，我们在这边等看看它11点的时候会不会打钟吧。看一下，现在已经是在最主要的这个老城了。它的建筑是非常的漂亮，全部是这种中世纪的造型，但是真的是完全没有游客耶。零星的这几个人，用手指头可能都算得出来。不过以这样的环境旅游下来，算是蛮舒服的，不会有太多的嘈杂。但是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如此大国的首都。在伯恩的老城区这边呢，跟昨天我们去的琉森一样有这种很可爱的喷泉。以前一直觉得澳洲的坎培拉已经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首都了，没想到来到了瑞士伯恩，更是非常的低调。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它正对面的这个喷泉这边，它是一个人抓着一只狮子，是武松打虎的那种感觉。那我们沿着这几个喷泉一路走过来呢，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伯恩的市政厅。跟苏黎世的市政厅一样，是小小一间，连市政厅都是如此的低调。因为是假日的关系，市政厅也是关门的。守在伯恩市议会前面的这个，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瑞士佣兵吧，举着伯恩的市徽在这边守护着。就面对的伯恩市政厅。反观隔壁的这间教堂，看起来比较有看头一点。整个伯恩老城全部都是这种单一色调的。这是一间哥德式的教堂，比较多一些马赛克的这种玻璃彩绘。它的底下是有一个祷告的厅，这边是可以下来参观。在这个底下就可以看得到耶稣跟十字架了。这应该是我们在瑞士第一次有看到有十字架跟耶稣的教堂。底下这边呢，也是很典型的哥德式的构造，全部都是这种棱棱角角的。这里的建筑都充满了一些惊奇，有一些建筑上面都有一
一些与众不同的雕刻。但这边还有一只老鹰，另外这个是皇冠餐厅，外面就悬挂着一个皇冠。这边也有这个无头骑士，跟我们在斯洛伐克看到的一样的。这不是熊大吗？竟然在瑞士出现了，变成他们的伯恩熊。从刚刚的老城商店街那条走过来呢，走来另外一条，这条更为宁静了。刚刚那边还有一些商店，这里比较像是住宅区，停车都是可以停在这边。那从这条街上走过来呢，远远的就可以看得到这间伯恩大教堂。这间教堂的整个风格跟我们之前在维也纳看过的大教堂的风格是蛮像的，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哥德式的建筑。在大教堂的旁边呢，这边有一处坐缆车的地方，可以前往底下的街区那边，就从这个方向前进的。原来它不是缆车，其实只是一台电梯而已。那你坐这个电梯下去，就可以到下面的这个街区去了。算是给当地人一个方便之处吧，不然大家要这样爬楼梯爬上来是蛮辛苦的。在这个阿凡达的树木这边看着伯恩大教堂，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在大教堂的旁边呢，这里这条就是阿勒河。算是一个水坝，大教堂的后方这边有一处是让小朋友游玩的公园。哇，这个跳跳床连大人都可以跳，竟然不会把它跳破，这个承载能力很强。而且大家还可以在这边打桌球，非常棒的一个室外运动场。那我们走到另外一面，看到这个大型的拱门呢，这个就已经是伯恩的另一边的末端了。当初是有城墙的，目前就是已经都是拆掉了，只剩下城门的部分。这间叫做玉塔。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呢，这里就是瑞士的国会，这是在1850年的时候所建立的国会宫。那时候决议要在 Bern 这边列为首都的时候所建造的国会宫。这是国会大厦，应该是不能让人家进去参观的，只能在外面看看它的这个美丽的外观而已。星期日的国会大厦广场这边非常的寂静，完全没有任何的人。然后国会大厦的斜对方这间呢，这里就是瑞士银行，大名鼎鼎的瑞士银行，大家都会把钱转到瑞士这边，转来这边洗钱，摆脱自己的罪行。现在来到了伯恩的最后一个景点了，这边呢是在国会宫旁边的一个小公园。就在这里呢，你可以俯瞰整个伯恩的市集，然后也可以从这里直接看到国会宫以及伯恩大教堂。那我们的车泊地点也非常的近，就是从这边有一条楼梯可以往下走，走到这个樱花这边，就在这个底下这边而已。非常舒适的一个车泊地点，而且是免费的哦。我今天才发现，原来在瑞士这边
这里的所有的商店，星期日都是不用工作的。它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大家都会觉得星期日就是要开门啊，尤其是做服务业的，因为那天是最多人会出来旅游的时候。结果他们却是选择于星期日是完全关门的状态。我刚才绕了一圈伯恩市集，几乎就只有餐厅还有小吃店啊，跟纪念品店有开门而已。其他的商家，就连百货公司、超市全部都是关门的，非常的压抑。这个在亚洲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之前去过奥地利啊，跟斯洛维尼亚，他们现在也都是星期日是完全不工作的。我想在欧洲的国家应该渐渐就会走向这个取向吧。那这里呢是我们的车泊地方了，走下来这样只要1分钟就抵达。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来瑞士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低调又美丽的首都伯恩。